可是你知道那个，如果你的工具有问题，你可能花了钱还受伤吗？正确的3分钟检查，让您跟医师都可以避免冒着灼伤的风险，最后可以精准变美。欢迎大家回到书界小事，我们今天又找到老朋友王修煌王医师啊。这次找他来主要是这样子，因为一般医师写 paper 都在写疗效，可他最近写了一篇很有趣的 paper， 所以我们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修涵皮肤科诊所王修涵医师，今天很开心能够再上宋凤医师的节目。我刚刚忘了讲说我是摩羯座皮肤科医师，你知道，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啊。既然只讲科学证据，没事就要读 paper 嘛，你知道哈。然后读 paper 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篇很有趣的 paper， 就是也是讲皮肤镜。那以前我们在看皮肤镜都是这种图嘛，反正你只要看到 paper 皮肤镜一定长这个样子。就我看到皮肤镜长一个很奇怪的样子，我就上去看，就发现是我们的老朋友王修涵医师啊。然后他用皮肤镜在干了一件更有趣的事情，我们请王医师跟大家讲一下皮肤镜在干什么。这样，大家好，我其实是拿皮肤镜来检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的一些风险。怎么说呢？大家可能都听过电波拉皮，这个已经超过20年的一个治疗了，那效果也还不错。比如说大家可能以前有听过黄金电波、凤凰电波，那这种威力强大的机器，医师一定要好好的操控，否则伴随着强大的效果的背后，就是可能很大的一个灼伤风险。那电波厂商在制造过程之中呢，它为了治疗的安全，它当然也做了很多的特殊设计。可是呢，凡事都有意外，就比如说，就算我们在做最精密的台积电的半导体，都会有良率的问题。那探头呢，它可能有1%或1/1000的机会，可能会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破洞。那这时候就可能造成皮肤的一个灼伤。那如果平常在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，等到这个风险跑出来，那最后就可能造成皮肤上面这个烧烫伤的状况。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说，在治疗的过程之中，可不可以用一些机器配合我们的肉眼来做早期的诊断来的监控。那原厂呢，它是建议医师在治疗过程中若干发术之后，可能要用肉眼看一下探头的表面。但是这个其实不太实际，因为这个发生率没那么高。那几十发、50发、100发看一次的话，原厂是说50发看一次嘛。那你50发看一次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漏掉了，根本就做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伤害，没有看到破洞，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自动就可能没有到很认真去注意，这个时候呢风险就出现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是希望说在及时当探头真的有状况的时候，我们立刻用最好的仪器，比如说我就发现用皮肤科常见的皮肤镜来做检查，就可以早期侦测到这个探头的薄膜的破裂。好，简单讲，我把它那个漏等讲清楚一点。你知道，你如果买一辆车，然后那辆车开了，突然间方向盘掉下来，你就死了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在方向盘开始扭动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很快找到那个薄膜破掉的？那身为皮肤科医师，我虽然不太做电波拉皮，可是我也知道薄膜破掉，你就会有那种疼痛感嘛，对吧？所以怎么样让这个疼痛感在伤害刚刚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刻看到？原厂说的是用肉眼检查，王医师用的是用皮肤镜检查，就这样子。对，摩羯座皮肤科医师要负责把证据带给大家，包括把科学精神带给大家。所以王医师这边引起我很大的兴趣，是因为我们用皮肤镜检查仪器，然后去避免病人伤害这个东西，听起来很简单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做，所以我请王医师特别上节目，把整篇论文跟大家说清楚。这样，来，王医师请。好，大家好，很荣幸，这是今年2026年我跟彭贤礼医师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。那这篇论文呢，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，我们利用皮肤镜可以早期监控电波拉皮探头薄膜的破损。那刚刚提到这个几率其实很低可能1%、1/1000。那平常可能一般医生如果没有治疗到这么多数量，可能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。但是当你的治疗人数变多的时候，这就是重要问题了。因为如果没有早期发现，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。这是大概10几20年前的一个案例。那这个其实到后来经过良好的治疗，最后2个礼拜这些状况都会解除。可是这2个礼拜的过程中，病人跟医生都会非常的有压力，所以我们在想着说，有没有办法让探头不要破得这么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发现到。那后来我们发现，其实借由皮肤镜早期监控，我们就可以在很小很小的探头
小破洞的时候就有机会看到，在这个阶段没有看到的时候，就算到这样的状况，我们就一定看得到，而不会像刚刚那样子整个探头都裂开来，像刚刚看到这个蓝色探头。好，那这怎么做到呢？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治疗的时候，希望我们的被治疗者都不要用麻醉药，然后不要睡着。好，那他可以跟医生配合。好，原则上我们在治疗的电波的时候，应该是一个舒适的状态。好，原厂建议我们要用痛感回馈的方式，让被治疗者他是一个舒适状态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觉得有很奇怪的电流感，或者甚至闻到一个像 barbecue 轻微的烧焦味，这个时候医师要立刻把探头拿起来，用皮肤镜看。那以前呢，原厂是建议我们每50发用肉眼看一次，那这样其实是效率是还不错，但是还不够好，所以我们更加精益求精的希望及时侦测，所以用皮肤镜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，就避免后面的灼伤。在医学界，我们大概差不多5年前开始有所谓的证据医学哈。那其实并不是说医学界在10年前都没有证据，不是，我们证据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去看那个他的证据，然后就做治疗。而治疗完后，你要重新看证据，然后不断用证据辅佐你的治疗过程。那对我讲一下我的专业好了哈，就是身为皮肤科医师，我们会看到，比如说你要打雷射以前，你要开刀以前，我要看你这个人有没有资格接受开刀，就是那个骨质疏松的病人不能开啊，因为开完以后他的问题就更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先骨头养好才能开。那因此这种皮肤是不能打雷射的。可是当你把它养好以后，养成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打雷射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同样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这种皮肤不能打，这种皮肤可以打。我们在病人这边搞定了，就那个机器那边出锤哈，也是不行的啦。所以王医师把它补足了这一段，好，就是说我们在医疗上，我们要那个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对不对？那一般医师在乎的是你的身体是不是好的，如果是好的，我们就可以开啊。我的技术好不好？开完以后我再 recheck， 反复的去评估我的治疗效果。可是如果你拿到一把烂刀就不行啊。所以王医师的意思是说，你拿到刀以前要不要用那个放大镜看一下那个刀锋有没有很锐利，这样大概意思是这样子。对，那我赞同宋医师的看法，证据医学。所以我们刚刚这个论文呢，我们有做统计，我们只用肉眼侦测的时候，抓到8个探头破裂的状态，那100%的案例，8个案例全部都发生一个灼伤的状态。那后来当我们用皮肤镜的时候，抓到了5个破掉的案例，可是这5个案例完全都没有灼伤。那在统计学上面，这个是非常有统计说服力的一个数字。今天录这一集恐怕会够人玩哦，就是回去要求你的皮肤科医师一定要用皮肤镜。本来 ending 的时候应该要迅速确实，可是你知道我已经做一张很漂亮的 PowerPoint 的，就拿出来秀一下。这张图的主要意思是这样：如果你的身体是好的，我们就开刀，开完它就会变好；如果身体不好的，我们就是要开刀之前要先养好。然后不管你开刀之前他身体好还是不好，做完以后你要去评估你当时开的刀对不对，然后做这个病人的 recheck， 同时做下一个病人的准备。这个是医疗上的整个过程。但是王医师是在这里，就是说他在整个病人的开刀之前，他要先去检查那个器械行不行。如果器械不行，这台刀就要换器械这样哦。所以很感谢各位看今天的书界小事啊，虽然今天书界小事有一点小小硬啊，但是我们希望说，在医学界很认真的用各种放大证据的情况下，能够更保卫病人的安全哦。然后王医师来讲一下病人安全那段。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，更是通往美丽的最佳途径，而且就是唯一途径。所以在做任何医学处置，尤其是在美容医学的方面，安全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希望这样的科普节目能够帮助民众很认真的挑选医师，然后同时帮助我们医学界的证据医学再往前走。这样啊，如果你赞成这样的思想，就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托拜托拜托！这是新年后录的第2集非常感谢各位，新年快乐！这样，新年快乐！